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准备接替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啊，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进行展开分析和讨论的议题。先说新闻，港版国安法实施，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决定性的摧毁。那么加上中美关系交恶，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啊！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先说新闻，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10月27号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职能正在大幅削弱，日本即将推出政策吸引香港金融业人才，将东京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取代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日本对此将考虑设立金融特区，以配合日本当局建设全球金融城市的目标啊。那么麻生太郎表示，随着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中国打压而逐步失去吸引力，日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成立经济特区，吸引全球的银行业。麻生太郎是中午27号的中午参加内阁会议后见记者他说，中国造成的混乱局面导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正在大幅减少，或者是被削弱，而有能力取代香港的亚洲地点必须具备开放和透明的性质。考虑到与伦敦、纽约的时差，商界会把目光投向日本这是麻生太郎的讲话。然后日本首相菅义伟10月26号在国会发言时表示，希望推动日本设立国际金融中心麻生太郎说如果日本设立国际金融中心有助于振兴日本市场，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迅速采取行动这是真的这是真，这不是看法，这是行动麻生太郎表示，如果日本想吸引全球金融业，就要鼓励金融行业、金融行政方面有更多的使用英文，简化讲求实体印章的行政程序，并透过修订税制和居留资格，鼓励更多的海外人才移居在日本的居留，还要考虑生活环境和配套。麻生太郎说，我们需要构想很多事情，包括设立经济特区之类的东西。日本新任副财务大臣中西健治也在本月初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持续打压香港将有助于日本提升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好，这个新闻就讲这么多从新闻的内容来看日本正在做这个打算，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构想这已经不是一个构想这应该已经变成一个日本的政策在这个时候，当然它变成一个国策，它还需要一个进程大家要知道，如果日本真的要把东京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它要做很多的调整它必须把它变成国策，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但是它在变成国策，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先看一下，先看看这件事情到底多么靠谱或者多么不靠谱，我们来讨论讨论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日本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议题，我们有几点可以分析从几个方面。第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议题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这个议题，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议题的背后的含义和影响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这个议题的可能性，就是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其他的选项怎么样
那么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议题的背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议题？当然，这个议题核心的问题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美交恶中美交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第一是中美交恶中美交恶是决定性的影响然后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发生了个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他准备放弃一国两制中国放弃一国两制，实际上对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非常大的打击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么对香港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改变的结局，就是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大大的削弱它不会不存在，它会继续存在，我们后面会继续讲。但是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主要面向中国大陆的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但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职能将会大大的削弱，可能还会有，但是已经不那么明显这是第二件事。第三就是地缘政治的重构，还是那句话，中美之间的对抗，中美交恶，实际上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球最大的影响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作为美国来说，从安全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各个角度来看，他都没有可能维持一个，从他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去维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位置。他要从地缘政治安全的角度考虑，把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职能从香港拿走，找个地方放这就是地缘政治重构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议题，就是三个背景：第一，中美交恶；第二，中国改变了香港政策；第三，地缘政治重构所以这个议题就跑出来。这第二点，这个议题背后的含义和影响。大家要知道，如果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资金枢纽国际金融中心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资金，就是资金跑到这里来，然后资金跑到别的地方去，来去，这就是一个资金的枢纽。为什么香港会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作为一个城市，它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原因是因为，当然有区位的优势就是纽约、伦敦、香港正好这三个时区横跨整个地球那么资金不睡觉，一站一站跑下去一直在运作那么这是作为时区的角度来考虑但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来说，它就是资金枢纽，它会产生巨大的辐射能力，把所有的钱找来聚合在这里，然后对周边的地区产生影响资金又往周边地区跑所以它有个巨大的这个吸引力，资金的吸引力，还有资金的辐射能力。核心是什么？核心的资金这第一个。如果你的这个金融中心的位置发生了转移，那意味着什么？资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你比如说，如果跑到日本，跑到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香港转移到东京，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资金就会跑到日本去那么如果金融中心跑到新加坡或者跑到上海，资金就往那边跑。资金是按照这个它的核心的会改变资金流向资金流向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大家要知道，所有的一切的经济活动的起始点是从哪里开始？是从资金开始。你没有资金，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会发生。所有的经济活动的发生的起点
就是资金到了，资金到了，一切东西才开始，资金没到就不会开始。如果香港的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也就意味着什么？过去20年到30年，香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中国的窗口、中国的桥头堡、中国的融资中心。中国的70%的外资来自香港，70%的资金是对外融资都来自香港。所以，如果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外来的钱不会没有，但是会少很多。就是说，你说70%的资金来自香港，那么可能有一半的外资就没有了。可能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不是一个我们不可能一拍脑袋说会是多少个比例，但是肯定是大幅的减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亚洲的经济版图将会发生一个重构啊，整个亚洲经济的版图啊。那么现在的经济版图是什么？中国超强，为什么中国经济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整个的亚洲经济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包括日本啊，日本也受它影响。日本其实过去10年吧，日本经济其实是很受中国的牵引。但是如果你可以看的，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视野拉开，把这时间轴拉长，你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制造业现在开始产业链迁移，产业迁移最明显的地点，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越南。所以你可以看东南亚，包括中国啊，包括其他地方的制造业都在向东南亚转移啊，那么或者向印度转移，印度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制造业大国，然后就是东南亚啊，东南亚以越南为核心啊，那么这就是制造业啊，亚洲的制造业应该是中国的产业链向印度、向越南产生流动，也就是说制造业他们正在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半导体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台湾啊。第三个，高端制造业、金融科技在哪里？在日本啊。那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变成内循环啊，中国变成内部循环啊，内循环的结果是什么？经济体大幅萎缩啊，它会萎缩啊。然后香港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它的主要功能是辐射中国大陆，它仍然是一个金融中心，但是可能成为一个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服务于中国大陆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啊。大体上你可以看到啊，这件事情的发生，如果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话，那么对整个亚洲经济版图进行重构啊，将会从亚洲经济版图，这是亚洲经济版图重构的一个部分啊，这是第二。第三，可能性啊，到底日本能不能搞一个亚洲金融中心？为什么以前没有形成，现在会能形成呢？啊，我们先说这可能性啊，我们先说作为金融中心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条件。第一，完备的产权制度啊，完备的产权制度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啊，你没有产权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普通法的法律体系啊，为什么是普通法的法律体系？因为另外2个金融中心的法律体系也是普通法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普通法的法律体系更加有助于它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金融基础设施，这个非常重要啊，金融基础设施啊，如果你从这个
伦敦也好，从纽约也好，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不仅仅说我有个股市哦，我有一个股票市场，我有一个债券市场，我有几个市场，金融市场等等啊，我有这几个市场，我就能够成为金融，不是的，你还有很多的配套，这些配套，这种无数的配套的这个设施，才能保证一个金融中心的运转。所以，金融基础设施是整个金融中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前提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开放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啊，开放，你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社会生态，因为你要成为金融中心，那你要大量的人员、资金要往这里跑，然后大量的你这里有很多东西要输出出去，跑的到处都是啊，往周围去的啊，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政治、开放的经济体啊，这是我讲的4个条件啊。那么日本是不是符合这是日本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或者说，我们先说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其他？或者日本作为这个议题当中，它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啊？这里面第一个时区符合，这个不用讲啊，这个跟日本没关系啊，你很多时区都符合啊。第二个就是区域经济啊，它辐射整个的东亚啊，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它。因为这2个条件，新加坡也符合啊，但是日本也符合啊。然后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日美的同盟关系啊。日美的同盟关系对这件事情有决定性的影响。你至少美国得信得过你，否则为什么美国要支持你？至少要价值观相同，对吗？至少要社会制度相同，对吧？至少在理念上要一致，否则大家最后翻脸就白干了嘛，是不是？所以日美关系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安全保障，对吧？美国在日本有军事基地，日本本身军事力量很强啊，日本是亚洲第一强的军事强国啊，所以安全保障没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是足够大的经济体。日本这么大的经济体啊，它能够支撑一个金融中心的这个需求啊，就这几个条件啊，所以为什么它是当然是有一个时态性的条件，就是中美交恶啊，中美交恶是这个其中为什么是日本的前提啊，前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讲日本的现状啊，日本有没有条件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啊？从目前来看，我的判断是，日本大概只具备个50%到60%的条件啊。你看一下，日本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和这个普通法系的混合体啊。对于西方来说，有点难啊，就是说你进入这个法律体系是有点难啊，因为不一样，法律体系有差异啊，法律体系有差异。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法律体系啊。第二个，在91年之前啊，91年这个经济泡沫爆破之前，日本还差不多大体上属于那种战时经济体制啊。到了98年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叫统治型的经济模式啊，就是政府主导啊，主要是政府主导。那么94年才完成利率市场化啊，利率市场化是银行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银行才能市场化。如果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其实是没有市场化的啊。94年才完成利率市场化，98年才实施这个改正银行法，把这个大藏省解体啊，中央银行才从政府序列当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中央银行。
那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日本还是一个和整个西方的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有非常大差异的国家啊，它很多东西是根子上的东西，你从表面形态来看，你看不出来，但是后面的体制上的东西，它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啊，非常大。还有日本的英文不够好啊，就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那英文要非常好，而且它不仅仅是好的问题，不是说这一堆人英文好，是整个社会的英文都要好，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啊。那么还有很多的条件啊，很多的条件都不符合，就包括日本的企业制度啊，大企业制度，日本的这种企业之间的这种交叉持股，它这种封闭的经济形态啊，封闭经济形态，封闭的社会形态，对西方来说都是有困难的，进入这个形态，进入这个体系都是有困难的。当然，日本为什么变成一个这样的形态，跟它的整个的国家的发展的历史的进程有关系，也跟它的文化有关系，跟它的民族性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日本有个特点啊，日本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他真下决心干，他真能干成。他不是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他们的这种齐心协力做事情的这种态度。你比如说明治维新啊，我要西化，我全盘西化，好，那我们就穿西装吧，他就真的就穿西装，他就一直穿西装。所以这个我觉得日本对，这种民族性，他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提供足够大的诱因。这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你像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有足够大的诱因是日本人发现，如果我不进行改变，我可能被淘汰掉啊，这个诱因足够大，那我必须改变。那怎么改？那就是按照西方改，因为他们很先进，所以我们就按照西方改，咔就改，整个就改掉。所以这就是日本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日本有很多，如果真的日本要做国际金融中心，它至少50%的东西要发生调整啊，这个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它要涉及到很多的利益，因为你要开放市场，当你要开放市场的时候，那参与这个市场的现有的参与者，他的利益就会受损。但是如果你这个蛋糕变大了，就我原来我独占市场，我只能一年挣100万，我这市场一开放，我这是一年可以挣1000万，但是我可能只占10%的是份额，那可能我一看我利润增加10倍，我为什么不干？所以你要提供足够大的诱因让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美日之间他们之间的共识才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啊，关键。所以这是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可能性，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而且可能性很大，可能性很大。第四，其他的选项，其他的选项，新加坡、上海、台湾啊，我们讲这几个，我们把这3个城市拿出来，东京是现在是一个标的啊，那我们有3个选项啊，先说新加坡。如果对香港来说啊，新加坡一直是叫什么？香港的竞争对手啊，那双城记啊，余量情节啊，都是讲的是新加坡跟香港的关系啊。这2个城市有相同的背景，就是英国殖民地啊，所以他们有相同的条件，就是英文又好，法律体系健全，金融基础设施非常完善。这3个条件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还有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香港更开放一点，新加坡也很开放啊，但是新加坡毕竟它是一个城邦国啊，城邦它还有一定的封闭性，因为它有自身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啊，新加坡也有
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安全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城邦啊，那么作为一个城邦，它其实在安全上是很脆弱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加坡这些年和西方国家若即若离。你让美国去选新加坡还是选日本？我觉得美国不会考虑其他，一定是选日本而不是新加坡，因为对美国来说，新加坡对它的贡献并不大啊，它并不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但是日本不同，日本它可以是它在亚洲最重要、最核心的盟友，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帮手，但是新加坡做不到。所以你从这两个角度来选的话，虽然新加坡的条件远比，如果作为金融中心来说，新加坡的条件比日本好得多，好太多。所以，而且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现成的，它不需要重构，它也不需要补课，它都已经所有东西都是现成的，你只要往上增量就行，把很多功能增加进去，就把量放大就行，把很多东西从香港挪到新加坡就可以了。其实，香港流出的很多的资金，包括一些人才，都是跑到新加坡去。所以理论上来说，新加坡的条件在这几个城市当中是最好的，但是政治的原因、地缘政治的原因、安全性的原因和美国的原因，我觉得不会这个机会不会落在新加坡身上啊，这是没有办法啊，这叫什么？形势比人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海啊，上海优势是两个，第一个体量足够大，如果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话，那当然体量很大，第二大经济体啊，体量足够大。那么由于它体量足够大，上海作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话，它的辐射面足够大啊。你想这么大的市场啊，辐射能力很强，但是其他条件全部都不够啊。第一啊，资金自由流动它就不发生，就没办法实现。所以讲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最没条件的是谁？就是上海。你资金进出都不自由，你怎么可能做金融中心？当然，法律体系也不行啊，法律体系中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产权制度，中国根本没有产权制度，中国连私有财产都无法保证，那你怎么会有产权制度？没有产权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资金不能自由流动，上海是不可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存在的。它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甚至全国性的金融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比深圳强太多，它比广州强太多，它比北京强太多。但是它就是做不了国际金融中心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香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会存在，这个没问题，只要港元还存在，它仍然会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但是它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政治环境恶化；第二，人才流失；第三，司法制度受到破坏。你想一下，它有个国安法，然后还有个国安署，国安署就是个太上皇，是不受香港法律约束的一个机构。那你想一下，这是什么？就大家想一下，这大概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房子啊，中间天花板砸了一个这么大的洞，这个房子有这么大的洞，刮风下雨都得进去。所以这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经受到破坏，但是它仍然会发挥这个一定的金融中心的作用啊，特别是服务中国大陆啊，服务中国的这个业务仍然会高度发展。但是它的辐射能力下降，而且它的资金中枢的这个地位将不复存在，所以它就算是极力去服务中国大陆，它仍然是力有不逮，因为
他没办法找到更多的钱来去服务中国。他其实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服务是什么？就是帮中国大陆融资。来，我这里有生意，我们去大陆找个项目给你，它是一个这样的资金中介作用。那如果大家资金不愿意去中国大陆的话，那你这资金中枢没有就不会发挥作用，所以这个资金中枢的作用将会失去啊。这就是香港啊。那我们总结一下2点。第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了解一个正在重构的亚洲经济版图啊，亚洲经济版图正在重构啊。那么一些资金链正在从中国流出啊，来往这个印度、往这个东南亚跑啊，然后有一些新的一个产业枢纽正在发生啊，调整啊，包括台湾的半导体，包括印度的制造业、越南的制造业。包括日本现在准备做的金融业啊，这是你可以看到亚洲的经济版图正在重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对于日本来说，全新的日本正在重构，日本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啊。那么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这件事情一直影响过去几十年日本的发展啊，日本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一直是受到二战这件事情这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所以日本其实它的局限也来自于二战。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什么国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啊，它两条腿是不一样长的，所以你看它的发展并不均衡啊，这是一个。但是随着整个的国际政治的形势的变化，日本被需要，日本被谁需要？日本被美国需要，美国需要日本放下二战的包袱，不仅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还需要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因为他如果没办法均衡的发展的话，他没有办法去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美国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件事情是美国在后面的力量在发生啊，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日本本身它也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啊，尤其是老龄化之后，这个国家开始慢慢的在被边缘化啊。日本如果不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开放的社会，这件事情将会让日本变成什么？变成你看一下俄罗斯啊，俄罗斯就是下一个日本，俄罗斯就是日本的未来。为什么？它会慢慢的被边缘化，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啊，老龄化。所以你可以看日本发生的很多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他做不好，他没办法做好，因为没人了。所以日本来到这个十字路口，他需要干什么？他需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开放，这个国家开放才是日本的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一方面有历史上的限制啊，另外一方面有人口上的限制，这两个限制是现在日本好像变成一个，我们之前经常听他们讲，日本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日本没有办法，你可以看日本没有办法走出现在的这个我们叫瓶颈啊，走出这个瓶颈。那真正能够让日本走出这个瓶颈的是什么？就是2个字：开放。开放的契机是什么？就是金融业。你要做国际金融中心，就一个，必须开放。你不开放，你就不用指望做国际金融中心啊。那么以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引领整个日本国家、日本社会、日本民族的对外开放，
就是日本也要做一件新的动作，什么动作？改革开放。改革什么？改革制度，改革社会，改革文化，这叫改革啊！开放，社会开放，容纳其他国家的人来，让其他国家人到你这个国家来，日本才有明天，日本才能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那么，如果日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那么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都很强，那就是成为一个新的日本啊！所以日本现在面对一个历史机遇，日本人要是能够把握好这个历史机遇，大家就会看到整个的亚洲的版图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会成为一个比肩美国、中国、欧盟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啊！日本的历史就会重新改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变正在改变整个的世界啊，其中核心发生在亚洲。那么今天的主题就讲日本准备替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啊。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点，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我刚才看见呀，5毛很多啊，不用客气，就给我删。好，明谢 Leonardo， 谢谢 Heartland， 谢谢，一直默默关注王先生，一直支持您，感谢 Heartland， 谢谢 Jessie 蔡，谢谢啊，请教王舍的看法。对武大郎烧饼店的那些人，到底看不看得到香港没落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事，还是说他们真的认为没落是因为港人动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武大郎烧饼店是什么呀？你再问一下好不好？我还是没看懂你的问题是什么，再问一遍好吗？观点，个人觉得东京要取代香港需要几个必要条件：1. 税率问题；2. 法律配套；3. 企业文化。还有更多。我如果让我写板书，我可以写满一个黑板。但是我觉得，关键是想不想干。有没有支持干下去的条件？我认为美国跟日本肯定有一个共识，就首先这件事情必须是美国人支持，因为在金融领域，美国霸主地位没有人能撼动啊，所以这第一个，美日之间要有共识，要有协同合作的这个意向决定，甚至是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国内要有共识，就日本国民要明白，我们要改变自己啊，也不是改变一点，要改变很多啊。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以后看到的仅仅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你可能还看到更多的人拿着钱来买你的东西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完全不一样。你去看一下香港，你看一下新加坡那些这种对外态度的那种，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日本第一个，日美要有共识，要有决定；第二个，日本国内要有共识啊。那么日本的金融机构、日本的企业、日本的整个的政府，他们一定要明白，他必须做一系列的调整，他才有条件吸引这些金融机构去。这金融机构不会无缘无故跑你那里去的，他必须有足够的诱因才行。所以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么少的条件，是非常多，它是整个社会的重构。我就说，
日本也要面临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运动才行。日本不做一个改革开放的运动，日本东京也好，其他任何一个日本的城市，它是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大家要知道，金融中心是什么？金字塔塔尖上面的那个明珠，金融中心是这个。金字塔塔尖啊，不仅仅是塔尖，金字塔塔尖上面的一个明珠，你要做那个有多难？先把金字塔建起来吧。啊，提问：日本实行的税率高，对个人实行全球征税，请问如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这个不是问题。伦敦也好，这个美国纽约也好，纽约也是全球征税，但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金融中心。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考虑因素，它有很复杂的因素啊。当然，你说要改变日本的税制，当然简单又低的税率对一个金融中心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税率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税率是其中一个因素啊。提问：一个国安法损失了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国际金融地位，他们实施国安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国际上的反应吗？中国这么一个国际宝贝就这么白白摧毁，他们想啥呢？我之前分析过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没想那么多，没有那么大家以为说有一帮专家坐那儿分析，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后果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没有。这就是200斤，一开始就发现有人写了本书骂我，说我有很多事情啊，然后就有人跑到香港去把人给抓回来，搞出一堆的国际事件，那就通过一个法律吧，通过这个叫引渡条例吧，把引渡条例改一下，我们可以抓人方便一点。引渡条例一改，结果引起香港人的反抗，什么意思？你这不一国两制这么不方便，那我们就想办法把一国两制给改了吧，我们都回归这么多年了，就想着那怎么改？那就搞个国安法呗，有人提出来。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我认为你看国安法的这个出现，它完全是个线性的进程，你可以看从这个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一直到香港国安法，其实它是个线性的过程，这里面不包含战略分析、战略研究。我不觉得他们做过这样的动作，没有做过这样的动作，根本就是一拍脑袋就坐下来做了这样的决定。这是香港最悲剧性的因素。我认为，在我来看，香港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计算或者规划的结果，而是就是脚踩西瓜皮一直滑到了这里。它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个偶然性，它不是一个必然性。虽然中共一直想办法去洗香港人的脑，一会儿搞什么国情教育，一会儿搞国民教育，一会儿搞这个搞那个，他其实是想洗脑，最好把你洗脑这件事情是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搞爱国主义教育啊，要做年轻人的工作啊。但是你看国安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脚踩西瓜皮的线性过程，一气儿给划过去了，就这么划过去了。这才是香港最大的悲剧所在啊！提问：我是想问，中共统治者能不能看到，对于香港金融中心的没落，是因为他们自己干的坏事，还是他们真心认为香港这种走向是香港人的动乱？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很清楚的呀。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他们自己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推动的呀，香港人没有任何想法，不存在港独，港独是
梁振英发明的。香港人没有想过港独，现在香港人很多人在想港独的事情，香港人没有想过说我们要搞这个搞那个，香港人就想过日子，维持现状，一切按照现在的发展走就行了。我不想搞这个，也不想搞那个，所有的事情的起点都从北京来。香港人没有这些所有的意愿。香港是一个非常非政治化的城市，香港人基本上没有政治意识，是这2年不断的出现中国在香港搞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才在培训香港人的政治意识。香港人之前是没有任何政治意识的，不懂政治，香港人不懂政治，从董建华开始，这几个特首都不懂政治。懂政治的是谁？懂政治是没有懂政治。香港这几个特首都不懂政治，完全不懂政治。他们都是，董建华是个商人，而且是个失败的商人所以他不懂政治。你往后后面这几个特首，梁振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他也不懂政治。另外2个就是港英培养出来的公务员，他是个执行者，他根本不是完全没有政治意识的人。所以香港不是一个政治城市，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香港人根本不想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是北京，是中共不断的跑到香港去搞政治，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到今天这个局面观点：新加坡想取代也要漫长的时间。看看新加坡的股市流动性比香港差多少倍，还有独裁的国家对开放性的文化包容性也不够。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个独裁的国家新加坡有它的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因为它是个国家，它跟香港没办法比，香港不是个国家，香港是个殖民地那么新加坡自己立国那么它是伴随着马来西亚的独立而独立，然后又跟马来西亚分裂，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它有它的安全上的问题，所以我可以理解新加坡不可能像香港那么开放，他们有些东西是要守住的，因为它是个国家，它是个城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它是个独裁，我觉得不公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是对它产生的一些局限那么香港这要么靠着英国，要么靠着中国，所以它有些东西呢，它可以开放，因为并不是说它开放没有问题，而是这些问题被后面的大树给挡住了，所以也不能够这样子对新加坡求全责备我觉得公平的讲，新加坡有它的难处观点：新加坡和香港为何人才愿意去？一是多元化，二是税少。100万人民币收入，大陆和英国都是45%左右，香港、新加坡才15%到20%。当然，关键还是能挣着钱，关键是有岗位观点：新加坡体量太小，很容易受中共钳制。日本不会，所以日本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可能性最大，非常正确。观点：新加坡本质还是人治的独裁政权，相比日本的保守，一个有可能倒戈反美的强人政治风险更大。而日本不管司法体系如何，不管有多保守，其社会内核仍然是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我不同意你对新加坡的评价，新加坡绝对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它有一个，你说它是强人政治，那看你怎么定义强人政治新加坡只有一个李光耀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损失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个资源是维持新加坡开放和西方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李光耀的去世对新加坡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是西方国家理解新加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但是李光耀不在了，那么新加坡的确这些年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不同意，你说新加坡是一个独裁政权啊，或者是讲它一个强人政治，我不同意，因为这对新加坡不公平，对李光耀也不公平啊。观点：香港、伦敦、纽约时差都是8个小时，这样世界的钱可以日不落的运作、调度、交易，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理优势。当然，地理优势还有一点，就是香港这个资本主义明珠是最靠近中国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的地方，日本、台湾都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但是要代替香港，还是差一个背靠大陆的地理优势。我认为香港在很长时间很难替代。如果围堵要彻底，香港就必须锁住。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已经确立了，是吗？是先有香港的金融中心，才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的今天。这英国你搞反了，不是因为有中国大陆的这个第2大经济体，才有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是这样的，你弄反了因果次序，所以你的看法不对。观点：我认为亚洲不会再出现一个像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了，而是被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替代。新加坡有语言和普通法优势，但周围的经济体都不够大，可以满足部分，同理，日本也可替代部分，不同的性质的资金去不同的地方寻求不同的收益，反正同时区对于资金来说更安全更保险的做法。这个我是同意的啊，就是说新加坡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它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它吃它的饭，它端那碗饭没有问题啊。同样的就是日本也会做它的动作，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叫金融中心有一个这个吸附性啊，就是说就是强者恒强啊，就是说当你这个金融中心足够大的时候，其他的地方就会萎缩啊，就是一个这样，它钱会往一个最大的地方跑，因为钱到一个更大的金融中心，它的效率更高，机会更多，所以它更愿意往那里跑，所以它不会变成一个若干个差不多的金融中心存在，不会的，它只会跑到一个一定会分个胜负，一定会变成其中一个非常大，然后其他的比较小一个这样的局面啊，而不是大家均等啊，星罗棋布，不是这样啊。提问：随着武汉肺炎对人类行为的深刻影响，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继续发展，以及比如 VR 技术、加密货币这些可以远程运作的技术助力，有没有可能人类将进入一个没有实体金融中心的时代？也就是纽约、伦敦将被降维打击，开个脑洞？不会。50年以后我不知道，但现在肯定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还要签字啊，你还要真的看那个人呢，所以我觉得不会啊。人类还没到那一步，还需要时间啊。观点：王先生，说说我的观点。日本是东方的德国，日本的精密机床、原材料的提供商、光彩变色油墨技术也是日本提供的原材料，而且日本 AI 技术也是全世界领先很多地方。机器人已经代替人类了，日本人他们不会在现代化时候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如果你见过日本人做的和式家具，你就明白日本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了。日本人的媒体我觉得也很公正，我学日语就是听日本的新闻，他们做新闻很乐观。日本的媒体是很棒很厉害的啊。我同意你的观点啊，日本在这些领域都是做得很好啊。感想：我在日本生活15年了，现在大学任教。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很高，想保护好自己的文化，所以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开放国门，同时他们需要经济发展，需要钱。
日本的高龄化已经带来很多问题，日本人自己也很矛盾。实际上，他们可以发展旅游业，为他们并不喜欢的中国人、韩国人来服务，说明日本人是很实际的。如果经济可以发展，他们应该会抓住机遇，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OK。提问，请问王老师，在其他选项里为什么没有韩国？韩国不具备哪些条件？韩国不具备的条件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安全。你想一下，韩国基本上，韩国跟朝鲜是没有签停战协定的，或者说韩国现在仍然和朝鲜处于一个交战状态，双方没有签订和平协议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韩国一开始就被出局了，就是说韩国是没有机会的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法律啊，比如说这个经济体量啊等等。那韩国一开始就被淘汰，韩国基本上没有办法入局啊。观点：国际金融中心最核心的前提是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以及具竞争力的税制，而上述前提的保障是透明度高、确定性强以及普世价值为人权和产权保障的法律制度，就需要国际化语言能力、认同自由和人权价值的市民社会。香港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今无可奈何花落去，可以替代的最佳城市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悉尼或墨尔本。日本的法律体系较为守旧，开放性不足，税制更是纷繁复杂，连离岸公司架构都不认，除非搞特区很难。墨尔本，悉尼、墨尔本，我不同意，它在域外啊，域外就区域外啊，它已经和这个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体距离还是有点远，所以我觉得墨尔本也不在视线内啊。观点，我觉得日本人坚韧意志会改变日本，很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原因有二：一是日美外交发展还算稳定，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是日本一旦决定做这个事，他们做事风格会保障这件事情的成功。可以把一把飞利浦牙刷做遍全世界的国家会把这件事情做成，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日本金融中心成型，中国经济至少倒退30年，最大的败家子 CCP 啊，抱歉，日本外资投银工作，日本的现在的金融体系还是内外分明。举例来说，外资系和日资系的金融人才几乎不相互学习、不相互交流啊。但是年轻人正在改变，愿意进入外资系的大学毕业生变多了。个人观点，日本有机会，但是不容易，非常正确。日本人必须有共识，就是下这个决心，下大决心去改革开放。日本要改革开放啊！观点：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大陆给的，香港是外资金融大陆的中转站。请问日本成为金融中心来服务谁呢？东亚除了大陆，还有哪些需要大规模金融服务的客户呢？网友答：如果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国给的，那10几年前提倡上海取代香港早就做到了。王先生说中共不做是因为没能力，不是因为口头上的原因。香港金融中心当然不是大陆给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已经是金融中心了。没有香港的金融中心，中国改革开放不会有今天啊！大家去看一下，大家去做一下功课啊，做一下功课。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成型了，已经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当然是让这个金融中心发扬光大这个呈现出更大的这个优势的地方。就是说，香港在和新加坡的竞争当中，香港最后其实是胜出的，但是新加坡并没有败落啊。
那原因是什么？原因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因素。但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给的啊，是英国人给的啊。观点：台湾虽然因为政治环境不稳定，不可能替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但是台湾政府也应该做金融改革。台湾金融太僵化、繁琐、限制太多，希望台湾也能够顺势而为。利益吧，都是利益吧。就是说，大家知道出现这些制度背后都是什么？背后都是利益。就是说，有一些力量能够改变这些制度啊，要么就是把这个制度背后的利益参与者收买了，用其他的诱因让他接受；要么呢，就是用政治力量把它击垮了。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后面的可能性就比较暴力啊，前面的可能性更多，一般来说都会妥协啊。观点认为新加坡亲中不够客观，弱国无外交，不是亲谁的问题，东南亚哪个国家不亲中，或者说东南亚哪个国家不畏中？美国再纵容中共，恐怕连日本都要亲中了。美国人还没意识到大难临头，这本质上是文明之争。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其实这个看法是对的啊。我觉得新加坡的立场，他没有办法，中国离他那么近，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啊，他不能够作为新加坡，他不可能跟中国对抗啊。那他不跟他对抗，那你就要应付他，应酬他，你很多东西你要配合他啊。那么美国你跑得来说要我跟你配合，那我可以跟你配合，但问题是你一扭头又走了，那怎么办？所以其实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心态都这样的心态，所以美国需要东南亚国家，或者是我们叫东盟或者东协国家和美国建立这个更紧密的关系，美国自己要多做一点，美国自己要让自己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存在，你必须存在在那里，那东南亚国家就知道，哦，原来你在这里，我跟你合作可以，但是你跟我打个招呼你就走了，你打个招呼就走了，那位大哥天天站在我旁边，你说我该怎么做？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去，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政治现实啊，这就是政治现实啊。提问王先生，是什么导致中国走到今天的地步？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答？两个原因吧，我简单的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本性啊，这是大背景。中共的本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前的视频，中共的本性就是那条蛇啊，这个乌龟背的蛇过河啊，到河中间，这个蛇还是咬了他一口，结果两个人沉下去啊，两个动物沉下去的时候，乌龟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咬我？我们都会淹死的。”这个蛇说：“我没忍住啊，他就是要咬，这就是中共的本性，这第一个啊，这第一个本性。第二个偶然性，就中共来了一个新的总书记叫习近平，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中国才会走到今天啊。”观点：日本的语言孤岛和保守文化注定它不能成为任何国际化中心。日本文化内敛、专注、仔细，就是个非常好的工匠工具，搞一流硬件设施的榜样。搞金融要各种投机忽悠洗脑，正转腾挪是 Anglo-Saxon 文化的核心本事。记住，香港原是英国殖民地，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讲究是务实的东亚文化，根本鄙视满嘴跑火车的金融骗子。你对金融业真的不了解啊。以你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呢，那没有几个国家能搞金融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啊，金融不是骗子，金融就是金融。如果你把金融说成是骗子那我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啊。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提问：如果日本成为军事强国后，他们会再来侵略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是二战之后为什么二战为什么对日本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就是个问题啊。这不仅仅是你问这个问题，日本也会问这个问题，日本国民也会问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会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日本为什么一直我们讲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么来的啊。我不能担保什么，我只知道美国人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常态国家，美国希望它成为一个常态国家，它才能够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美国才能依靠它抗衡来自中国的军事压力。所以这个跟意愿没关，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它到底会怎么样没有关系，而是美国有这样的意愿。日本想不想这么做？我觉得大部分日本人不想这么做。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很多时候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也会改变很多民意的看法啊。提问：王老师，请问你认为美国、日本之间的共识，同时也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吗？如果民主党上台，会全盘推翻这个外交政策吗？我不知道。我讲美日之间的共识只是我的推测，因为如果日本要做这件事情，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美国的推动，日本想都不敢想这件事情啊。那么肯定是美国在推动，但美国的推动背后，美国它是白宫的政策还是美国的国策？毕竟白宫在执政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想做这件事情，肯定有他的理由啊。所以执政的政府在做这个事情，那你说呢？他是有民意授权的嘛，对不对？提问：听王老师讨论到现在，日本和新加坡相比，日本成为金融中心唯一的优势，会有美国的支持吗？是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优势。日本是个巨大的经济体，新加坡不是啊。日本的区位啊，日本在整个亚洲的中心很多啊，日本还是有优势的啊。情况：今天的内参消息第一版报道，习近平5中的讲话要求第一版内参消息是什么？我没听说过。军队要准备战斗啊，准备战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习近平讲话会这样讲话，为什么？这不是一个5中全会上讲话的内容啊！5中全会讲话的内容都是政治内容，而不会说准备战斗，军队要准备战斗啊！我不相信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林静华，谢谢 Linda 钱，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